你是否曾经想过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独占鳌头，走在别人前面，做真正的赢家呢？你是否曾经感到迷茫，不知道如何制定自己的人生策略，如何在生活的棋盘上落出胜利的一步呢？今天我将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历史的长河，借鉴三国时期的智者司马懿的做局智慧，以他的顶级谋略作为我们的指引。巧妙的做局究竟是如何让司马懿在三国纷争中稳坐钓鱼台，最终成就一统天下的伟业？我们首先要理解，做局并非是一时的冲动，而是需要长期的观察、深思熟虑以及对时局的精准把握。司马懿就是这样的人，他的每一步都经过了细致的思考和分析，而不是凭脑子一热冲动行事。他的做局智慧让他能够在三国纷争不断的时代稳坐江山，一步步走向顶峰。这种做局智慧不仅仅是用于战争，更是我们生活中面临选择、制定策略的重要法宝。无论你是在职场上还是在生活中，都能借鉴司马懿的做局智慧，帮助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取得成功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将和你们一起深入探讨司马懿的做局智慧，一同揭秘他的生存之道和取舍之道，探究他的忍人之所不能忍，为人之所不能为的高尚品质。同时，我们还将探讨他如何借势造势，乘势而起，从而在三国乱世中站稳脚跟，最终实现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。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，通过学习司马懿的做局智慧，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，制定出适合自己的人生策略，走出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。让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进步，一起在人生的道路上取得胜利。司马懿的顶级谋略，三国统一全靠这两大智慧。在策略上，最出色的人必须是司马懿，他的智慧无人能敌。大多数人都对诸葛亮的空城计有所耳闻，许多人以为诸葛亮仅凭一把琴就吓退了司马懿的10万大军，他们误以为这是诸葛亮的智慧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司马懿精心策划的局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司马懿真的想要彻底杀掉诸葛亮，他有无数的方法可以做到。他身边有大量的兵力，有绝对的优势。例如，他可以派出先锋部队进城探路，看看是否真的有埋伏。只需一试，诸葛亮就会露馅，这对诸葛亮来说简直是致命的。然而司马懿并没有这样做，那么为什么他要退军呢？这就是司马懿的高明之处，他有着三国无人能及的大局观。他明白，如果今天杀了诸葛亮，那就相当于断了自己的生路。他明白自己最大的价值便是制衡诸葛亮，成为他的对手，这样他才有生存的意义。因此他阻止了身边的将领前去试探，故意中计并放走诸葛亮，这样他才能继续掌控魏国的兵马大权。这就是真正的谋略高手，他们从大局出发，做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，即使眼前会损失一定的利益，但未来却能得到更多的利益，这就是取舍之道。司马懿极富心机和手段，他做任何事都经过了细致的思考和分析，而不是凭一时冲动行事。他的每一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如果你想要做大事、赚大钱、成大局，那么你一定要学会司马懿的这两大谋略思维。这两大谋略思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需要时间和实践来积累和磨砺的，尤其是最后一个至关重要。接下来的内容充满干货，建议点赞收藏，反复学习。不论你是谁，不论你处于哪个行业，只要你想要成功，你就需要具备谋略思维和大局观。这两点是任何成功人士都必须具备的素质，是你在人生道路上取得成功的关键。记住，只有具备了这两点，你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成功者。一，只有忍受人们所不能忍受的，才能成就人们所不能做到的。司马懿成为三国最大的赢家，因为他能坚持到最后，这全靠一个忍字。为了等待高平陵事变的机会，司马懿装病3年，成功骗过所有人，目的是让曹爽完全放松警惕。司马懿一生辅佐了曹氏4代君王，
70多岁才掌握大权，他忍耐了几十年，最终大器晚成。无论是曹操、曹丕、曹睿还是曹芳，他们都对司马懿心怀怨念，始终不愿信任他。即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，司马懿依然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，韬光养晦，最后获得胜利。因此，司马懿教给我们，要想成功，必须做好以下2点：一、隐忍，不论何种情况，在没有绝对把握之前，首先要懂得保护自己，不要过于引人注目，否则风必摧之。例如，曹操的小儿子曹冲，因为过于聪明，不懂得隐藏自己的才能，在夺嫡大战中第一个被淘汰。他不仅失去了竞争的资格，甚至连性命也丧失了。所以，在策划之中，一定要隐藏自己的真实目标，只有胜券在握时，才可以暴露底牌。二、心胸，司马懿之所以能活得那么久，之所以那么能忍，就是因为他心胸宽广。例如，当处于绝对优势时，诸葛亮派使者给司马懿送去女装，当着众将士的面羞辱她是个女子，胆小如鼠，畏缩不前，不敢应战。司马懿不仅不恼，反而让使者帮他穿上女装，这让营中的大将脸面无存，纷纷负气出走，羞愧而逃。只有司马懿镇定自若，还让使者帮自己谢过诸葛亮。有如此胸怀的人，天下罕有，也难怪司马懿能够在三国动荡的时期生存到最后。二、择机而上，乘势而起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司马懿的一生是如何从辅佐曹操开始，逐渐展露出他的领导才能和政治智慧。在曹氏家族充满竞争的嫡子斗争中，司马懿帮助曹丕成功登上皇位，选择正确的宝物，选择正确的人才，这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。在曹丕登上皇位后，司马懿才得以重用，进入魏国政府的权力中心。在三国时期的动荡局势中，他能够在每一个关键的决策节点上做出正确的选择，这是他真正的厉害之处。如果司马懿过早地开始他的政治生涯，他可能无法获得曹丕的完全信任；如果他过晚地开始，他可能因为政治经验不足，无法赢得曹丕的友谊和支持。总的来说，司马懿选择了一个最佳的时间点来开始他的政治生涯，这种进场方式为他后续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在与曹氏家族的斗争中，无论是曹操、曹丕还是曹睿，司马懿都被打压，知道自己很难成功。但到了曹芳当主的时候，曹芳还是个幼童，对政治一无所知，司马懿才找到了机会，一举成功。这就是司马懿的人生，他把人生当作一盘棋，布下了一个几十年的大局。他前期的所有忍耐和低调，都是为了在最后一刻夺得大权。总的来说，如果你想做大事、赚大钱、成就一番事业，那么你一定要牢记司马懿的智慧和策略。借势造势才能逆风翻盘，一流高手就靠借这3样东西来成局，以谋制胜。只有躬身入局，借势造势，才能逆风翻盘。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个借字的意义，那你永远只能单打独斗，难成气候。在历史上，能够掌握局势并将借字发挥到淋漓尽致的人，不是曹操，也不是刘备，而是孙权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让我详细解释。曹操在灭了袁绍和吕布之后，率领100万雄兵直逼江东，孙权的臣子们乱成一团，有的人主张投降，有的人坚决要死战到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孙权也不能做主。如果大多数人希望和解，他也没有理由强行抗争。孙权非常清楚，所有人都可以投降，但他不能投降。其他人投降只是换个地方做官，但他如果投降了，作为亡国之君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因此，在如此进退两难的情况下，孙权想出了一个计策，那就是借助刘备和诸葛亮的力量来帮自己做决策。于是就有了诸葛亮舌战群儒的那一幕，被传为佳话。当投降派的人被诸葛亮骂得抬不起头时，孙权援引了孙策的遗言。孙策临终前说过，内事不决问张昭，外事不决问周瑜。周瑜因为曹操觊觎自己的夫人小乔，必然怨恨入骨，所以立刻表示，我江东2郎不怕死，一定要打败曹操。
于是就有了后续曹操率100万大军对峙孙刘联军的经典战役赤壁之战。由此可见，孙权可谓是将借字运用到了极致，借助他人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解决了当前的两难问题。即使是诸葛亮也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因此我们常说，下层谋事，中层谋人，上层则是谋局。如果你想真正做大事，赚大钱，成大局，你就必须做到以下这3点，尤其是最后一点至关重要。接下来的内容充满干货，建议点赞收藏，反复学习。1. 借势，意思是指借助当下的趋势来成就自我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只要能站在风口上，猪都能飞起来。所以学会借势造势，才能逆风翻盘。举个例子，在前几年，互联网电商最大的2个巨头，一个是淘宝，一个是京东，其他小平台都只是在夹缝中生存，几乎是苟延残喘，难以和2大巨头抗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按道理来说，不可能有任何一家企业能突破封锁。可是有一个人发现商机，趁势崛起，他就是拼多多的黄峥。在电商界，京东一直以来走的都是高端品牌路线，保证质量，保证服务，同时还保证最快的物流。而淘宝呢，刚开始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受众，后来淘宝进行战略的调整，决定放弃下沉市场，专攻中高端市场。要知道，地段市场的受众可是很大一块蛋糕，说放弃就放弃了，这其实是淘宝一个重要的决策失误，也是市场份额流失的关键原因。黄峥看到了这个商机，既然没人干，那自己就专门走低端路线，主打就是一个便宜实惠。没想到在短短3年时间飞速发展，直逼淘宝和京东，实现了电商行业的3足鼎立。由此可见，懂得借势的人成大事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强。2. 借力，这是指当自己能力不足时，借助高人或牛人的力量，与他们建立可靠的关系，登上高位。例如，在唐朝中期，有个年轻人牛僧孺想要考进士，但不确定是否能成功，因此他去找了2位知名人士，韩愈和黄埔师。这2位看了牛僧孺的文章后，认为他非常有潜力，所以决定帮助他。他们问了牛僧孺的家庭地址后，告诉他，明天我和黄埔师一起去找你，但你不能在家。牛僧孺虽然不理解，但还是照做了。第2天，韩愈和黄埔师来到牛僧孺的家，但家里没人。周围的人都很好奇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户人家是谁，却能让2位学术大家前来拜访。最后，韩愈在门口写下了13个大字：韩愈和黄埔师前来拜访前辈了。自此，牛僧孺的名声传开了，很快成为了学术界的明星，后来甚至成为了朝廷的重要大臣。这说明，一个真正想要有所成就的人，在无依无靠之时，一定要懂得借助他人之力。这样做的好处有2个：一，少走弯路，有了前人的指引和帮助，你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，降低成本。2，名人效应，有一个有名望的人作为你的支持，你做任何事都会更有底气和信心，而且别人也会给你面子，让你的行事更加顺利。3. 接旨，在上述案例中，孙权其实就是在借助诸葛亮的智慧来帮自己解决问题。孙权身处困境，自己不宜出面做决策，只能借助诸葛亮的智慧来平息那些胆小的和平派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自己不用站在大臣们的对立面，反而可以扮演好人的角色，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做出决策，反而更具有说服力。孙权什么都不用做，诸葛亮帮他做。为什么？因为孙权深知诸葛亮的利益与自己的一致，所以他不用着急，只需要坐享其成，掌控局面，适时推动事情发展即可。因此，作为一个真正的高手，要学会利用别人的智慧和特长来帮自己成事，这才是顶级上位者的风格。总的来说，想要做大事，赚大钱，成大局，你一定要做到上述的3点。高层秘而不宣的2大策略智慧，助你成就大事，赚取大钱，做出大局。这是我见过的最狡猾的策略。一位富人和他的女秘书来到上海，以保时捷豪车作为抵押，
向银行借款5000元。2周后，他们归还了借款，并支付了30元的利息。银行工作人员发现富人的账户上有高达上千万的存款，为什么还要借5000元呢？富人回答说：“你在上海找不到一个30元可以停2周的停车场。”听到这里，你是否觉得自己的智商和思维方式被挑战了？如果你认为故事到此为止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富人离开银行后，在一家商铺门口遇到了他多年来喜欢的女生。女生想要租下这个商铺，但中介费太贵。富人走上前，扔了一块砖头砸破了玻璃，然后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。第2天，店主联系了他，要求他赔偿。利用这个机会，富人成功租下了商铺，省下了一笔中介费。然后，为了确定这个商铺最适合做什么生意，富人挂出了租赁标志，收集了很多租户的商业计划，从中选出了最受欢迎的方案。因此，商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富人也赢得了女生的心。然而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。3个月后，富人和女生的关系破裂，女生要求富人赔偿300万的青春损失费。富人提出一个条件，让他去 MBA 商学院学习3个月，学成后给他600万。不到1个月，女朋友就结识了其他的企业家，并很快与富人断绝了关系。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，掩盖过去，女生给了富人300万的封口费，让他彻底消失在他的世界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富人在面对问题时，总能想到一般人想不到的解决办法？他们通过创新的方式，巧妙地解决了眼前的问题。这就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。他们能成为富人，就是因为他们懂得策略，善于策略。如果你想成就大事，赚取大钱，做出大局，一定要做好以下2点，尤其是最后一点至关重要。接下来是实用的信息，建议你点赞收藏，反复学习。第1条，逆推思维。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如何看待和利用周围的资源和人脉。穷人往往只能看到自己身边现有的资源和人脉，却无法看到许多可以借鉴和利用的资源和人脉。这种资源和人脉的匮乏，经常导致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钱来创业，或者周围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合作伙伴来做生意。反观富人，他们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。他们会先在脑海中构建一个大框架，确定自己的目标，然后再去一个个寻找所需的条件，直到所有的条件都齐备。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逆推思维，也就是从成功的结果逆向推导出需要做什么才能成功。通过这种方式转换因果关系，使得一切变得清晰明朗。穷人做事一般有2个特点。第1个特点是他们必须要有手上有钱、有资源、有人脉、有技术，才会想着去干点小生意。如果手上没有，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不能做任何事。这种思维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范围，也阻碍了他们的发展。第2个特点是他们总想着要稳赚不赔。许多穷人做生意都是抱着这种心态去做，一旦面临一点风险，他们就会犹豫不决，拖拖拉拉，因此总是错过良机，一辈子赚不到大钱。而富人做事则有另外的特征。第1个特征是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晰。富人做任何事情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他们有明确的追求，因此才会有明确的方向，他们的努力才会有意义。第2个特征是他们把可行性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。富人在做事情时，首先会考虑这个事情是否可行，不管风险有多大，有没有希望成功。如果事情不可行，那么所有的努力都将变得毫无意义。第3个特征是他们认为天下一切皆可借。富人做事的时候，总是抱着一种天下不为我所有，但皆可为我所用的心态。他们懂得利用别人的资源，例如借银行的停车场停车，借别人的商业计划来获利，甚至借别人的吸引力来摆脱自己的女朋友。这种成功的例子充分展示了富人的谋略和超群的思维方式，以及他们如何利用他人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目标。第2条，大局观。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的大局观。富人是以结果为导向的，他们自身具有强大的执行力。他们擅长把复杂的目标拆分成无数个微小的步骤，然后将这些步骤落实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天中。他
他们的心中始终有一张完整的地图，即使在初始阶段遭受了一些亏损，他们也能够忍受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最终的结果服务的。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在历史上，诸葛亮的空城计成功地吓退了司马懿，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的灾难。难道真是因为司马懿害怕城中有埋伏吗？他不能派出一支探查队伍去看看城中的情况吗？为什么他连试都不试呢？原因就在于司马懿在考虑大局。他非常清楚，一旦诸葛亮死了，他自己可能会立刻被边缘化，从而失去了掌握大权的机会，甚至可能会落得一个身死的悲惨下场。所以他宁愿忍受一时的耻辱，也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更多可能性。这就是一个真正有大局观的人的智慧。事实证明，司马懿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在他一步步的铺垫之下，他最终成功地终结了那个动荡的时代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，如果你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，你必须要有前瞻性的谋略，你要懂得如何运筹帷幄，你必须要有大局观。否则，你又凭什么能够成为真正的人上人呢？所以，穷人和富人的区别不仅仅在于他们拥有的财富的多少，更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策略。富人总是能够抓住机会，利用各种资源获得成功，他们的目标清晰，行动果断，总是能够为自己创造出最好的条件。他们懂得逆推思维，能够站在风口上，抓住市场趋势，实现逆风翻盘。他们懂得借力，能够利用别人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他们有大局观，能够把握整体情况，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。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。我们也可以通过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，改变我们的行动策略，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，实现我们的人生目标。我们也可以成为那些在生活中游刃有余，面对挑战毫不畏惧，总能抓住机遇，实现自我价值的人。所以，让我们一起学习这些智慧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我们一起前行，让我们一起成功。愿你我在人生的道路上，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